马上到来的10月1日，这一天将成为无数中国负债青年的末日倒计时。网贷新规生效，借新还旧彻底被判死刑，所有靠信用卡、网贷苟延残喘的人，瞬间失去最后的喘息机会。有人说，从这一天起，中国的高楼和河岸可能比写字楼还要拥挤，因为跳楼、跳河或许会成为很多人唯一的选择。过去几年，你还能靠拆东墙补西墙，撑一天是一天，可从10月开始，这条路被官方亲手堵死。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直接发文，让借新还旧彻底变成历史名词。一刀切下去，数千万中国人的资金链将在一夜之间崩溃，催收电话、法院仲裁、征信黑名单正在铺天盖地地压下来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真实发生。根据 Gavco Dragonomics 智库的估算，仅2024年，中国就有2500万至3400万人拖欠个人贷款，与5年前相比，这个数字翻了1倍。要是把那些已经逾期但尚未进入老赖名单的人算上，全国有6100万到8300万人处于风险借贷状态，相当于15岁以上人口的5%到7%。这背后就是一个冷酷事实：中国，一个号称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国家，有数千万人只能靠借贷才能活着。更残忍的是，这些人很多是年轻人，找不到工作，工资不足以覆盖生活成本，房贷、房租、日常开销压得他们喘不过气，唯一能抓住的救命稻草就是网贷。可现在这根稻草也被割断了。新规有多狠？以前你还可以东拆西补，换个平台撸口子，靠信用卡、花呗、白条甚至高利贷续命。就算年化利率24%，背后还暗藏服务费、担保费，依旧有人愿意冒险。为什么？因为至少能拖一天算一天。可如今，所有费用都要统一计入融资成本，超过24%就是违规，平台一旦被查，可能直接凉凉。更关键的是，风险联动机制彻底斩断了跑路的念想。你敢一个月跑5-6个平台，还没等到账户放款，征信系统就把你标记成高危用户，立马拦截。别想着换马甲、换手机号，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早已火眼金睛，你的信用分能在几小时内跌成一滩烂泥。结果是什么？靠以贷养贷的人一夜之间被堵死，钱断了，链子断了，接下来就是逾期、上征信、仲裁、冻结资产，3板斧砍下来，想翻身，比登天还难。普通人会怎样？想象一下，一个月收入5000元，房租就要2500元，还要还信用卡、车贷，结果突然被通知10月起，你的续命网贷停了，怎么办？跳楼、跳河可能会再次成为新闻头条。你以为我危言耸听？2018年 P2P 暴雷时，全国多少人走投无路？第一财经统计，当年因为 P2P 暴雷导致的社会性事件超过3000起。如今规模更大，影响更猛，一旦借新还旧彻底掐死，中国社会必然迎来新一波债务自杀潮。为什么中国会走到这一步？说白了，就是经济不行了。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，官方在2023年干脆停止公布16至24岁失业率，因为数字太难看。但市场研究机构估算，2024年真实的青年失业率在21%到25%之间，这意味着每4个年轻人里就有1个失业，家庭债务负担沉重。2024年的数据，中国家庭贷款中，房贷占比高达65%，而房价却一路下跌，负债者手中资产缩水，收入又跟不上支出，消费力下滑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仅有2.8%，相比疫情前的一半都不到。
没钱消费，却还要撑门面，很多人只能走上借贷这条路。于是，中国就成了一个荒诞的循环：没工作、没收入借网贷，还不上再借新贷，继续没收入。可现在新规把最后一环掐断了，等于直接宣布这个循环彻底崩塌。别以为网贷平台是赢家，其实他们也快熬不下去。新规要求银行名单制管理，中小平台失去资金来源，只能大规模收缩业务。今年以来，已经有数十家中小平台选择关停或退出市场。中国金融体系正面临一个更大的风险——坏账潮。当数千万借款人无法还款时，平台就会把这些债权打包卖给第三方，进入不良资产处置市场。这意味着暴力催收、非法追债的黑灰产又会死灰复燃。对普通人来说，生活会更惨，借不到钱，催收却不会停。你可能没意识到，这不是单纯的金融问题，而是社会问题。当几千万负债人被逼上绝路，社会的撕裂会比房地产崩盘还要猛烈。BBC 中文网在9月的报道中指出，中国债务违约人数之所以如此之高，和政府刺激消费的口号密切相关。地方官员鼓励人们贷款买车、买房、消费，却没有提供稳定就业和收入保障，结果就是老百姓被迫透支未来。如今透支的未来断供了，怎么办？可能只有2个字：爆炸。真实的故事比数据更刺眼。一位来自河南的90后姑娘小李，在社交媒体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：如果10月1日后我真的撑不下去，请不要骂我，我已经尽力了。她的故事其实就是千万负债青年的缩影。大学毕业后，小李找不到稳定工作，只能在奶茶店打工，每月收入4000元，可光是信用卡最低还款就要3000元，房租1500元，还没算日常开销。他唯一的生存方式就是不断借新贷还旧贷。到2024年底，他在6个平台的负债总额已经超过20万元。这样的日子并不罕见。微博、豆瓣、贴吧上充斥着网贷自救群，有人教怎么跟平台周旋，有人教如何换马甲、换手机号躲债，更有人发最后的遗书截图。当借新还旧正式被掐断，这些人会怎样？答案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惨。第一财经曾报道，2018年 P2P 暴雷后，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等地的跳楼、跳河事件频频发生，甚至形成了暴雷地图。而这次影响人群规模是上次的数倍。很多专家警告，未来几个月，中国可能迎来新一轮债务性自杀高峰。你可能不知道，网贷早已不是单纯的金融行为，而是一条完整的黑暗产业链。广告环节，大数据推送精准收割，急用钱，1分钟到账，这样的广告铺天盖地。放贷环节，各种小额贷款平台鱼龙混杂，审核几乎为零，利率动辄年化24%。催收环节，一旦逾期，借款人的通讯录、定位，甚至社交账号都可能被掌握。恶意电话、威胁短信、上门骚扰成了家常便饭。财新曾披露，山东一位教授因为误点贷款，结果被平台要求支付年化利率高达1080%的费用。这不是个例，而是行业普遍现象。而新规出台后，平台日子确实不好过，但那些暴力催收的外包公司反而可能迎来黄金期。因为借款人无力偿还，却不等于债权消失，催收行业只会变得更凶狠。更大的悲剧在于，网贷危机并不是孤立的，它和房地产危机紧密挂钩。2024年的数据显示，住房贷款在中国家庭贷款总额中占比高达65%。可是，房价却在持续下跌，二手房市场接连传出腰斩消息。房产不再是财富保障，反而成了压垮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想象一下，你买了一套房，背着几十年的贷款，房价下跌，卖都卖不出去，收入下滑，甚至失业，于是靠网贷、信用卡苟延残喘。如今网贷新规出台，连续命的机会都没了。这不是金融问题，而是一个普通家庭的末日倒计时。有人可能会问，既然知道这么多人靠网贷活着，为什么还要出新规？答案其实残酷到让人心寒。坏账的雪球已经越滚越大，监管层担心网贷坏账率继续飙升，最后拖垮整个金融系统。与其眼睁睁看着平台暴雷、资金蒸发，不如干脆提前掐断。同时，风险的传导速度快得像病毒一样，一旦戒心还就继续存在，资金链在不同平台间循环扩散，很快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金融黑洞。更现实的考量是维稳，当局宁愿牺牲几千万负债人，也要保住金融大盘的稳定。在他们眼里，那些被逼到深渊的人，不过是社会运行中可以丢弃的边角料，自求多福罢了。中国拖欠个人贷款人数2500万至3400万，风险借贷人数6100万至8300万，青年失业率21%至25%，房贷在家庭贷款中的占比65%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.8%。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成千上万人的绝望。未来几个月会发生什么？答案几乎可以预见。跳楼、跳河的悲剧会频繁见诸媒体，从北上广到3、4线城市都可能出现因债务压垮生命的惨剧。与此同时，催收只会更加疯狂，电话轰炸、上门威胁、暴力滋扰不但不会消失，反而会愈发嚣张。因为借款人彻底失去了退路，债务的恶果还会撕裂无数家庭，父母被牵连，配偶受拖累，甚至连下一代都要背上无法承受的阴影。更严重的是，消费信心会继续坍塌。当人们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，还敢去买东西、去餐馆、去旅行吗？零售、餐饮、旅游等行业注定被一同拖下泥潭。而在社会层面，撕裂将进一步加深，富人依旧在海外投资、转移资产，普通人却只能为区区几千块贷款苦苦挣扎，命运的天平在残酷的倾斜。有人说，中国人最擅长苟着，总能熬过去。可这一次，苟都苟不下去了。当借新还旧的生命线被剪断，无数人像溺水者一样，挣扎着想抓住最后一口空气，可水面越来越高，空气越来越稀薄，最终他们只能沉下去。从10月开始，中国社会将迎来一场真实的债务清算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血淋淋的现实。未来几个月，我们可能会看到比楼市、股市崩盘更触目惊心的新闻。一个个普通人在债务的重压下悄无声息地消失，而真正恐怖的是，这一切还只是开始。